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游戏新世界频道。如果说游戏业界有什么时刻能被称为决定命运的转折点，那么 Creative Assembly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CA， 在2025年底所打出的这一套组合拳，绝对会被载入史册。就在近日，这家英国老牌战略游戏开发商庞福是为了回应过去2年的质疑声浪，一口气向玩家社群投下了3枚核弹级的消息。第一，全军破敌，战锤3将迎来真正的终局，中渊之死 DLC。第二，让历史迷苦等20年的中世纪3终于确认开发。第三，也是最具野心的一部全军破敌，战锤 40K 正式揭露。这不仅仅是3个游戏项目的公布，这是一场关于信任、救赎以及野心的豪赌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3件启发背后的战略意义，以及他们将如何重塑未来的战略游戏版图。让我们先从现在说起，全军破敌战锤3这款游戏的发售初期并不算顺利，但这次公布的最新 DLC 计划，特别是核心代号为 Lords of the End Times 末世群英的内容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号。CA 想要解决这款游戏最大的痛点——垃圾时间。所有玩过全军破敌的老玩家都知道，游戏到了后期往往会变得枯燥乏味，玩家已经强大到无人能敌，剩下的只是在地图上重复的涂色，而这是引入了终局危机。特别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那加什势力，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加什是谁？在战锤背景中，他是亡灵之主，是足以挑战混沌诸神的恐怖存在。CA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将他搬上台面，不仅是为了卖情怀，更是为了引入一种全新的机制，一个能让全地图所有势力感到压迫感的最终魔王。这意味着玩家在后期不再是独孤求败，而是要面对一场真正的生存之战。这一步棋稳住了 CA 的基本盘。他告诉现有的玩家：“拜托，别走，我们还没结束，最好的内容才刚要开始。”这不仅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，更是修复玩家信任的第一步。如果说战锤3是为了稳住现在，那么中世纪3的公布，则是为了找回初心。对于历史系全军破敌的粉丝来说，这是一场长达20年的等待。自从中世纪2发售以来，无数的模组、无数的论坛请愿，都在呼唤这款续作。媒体报道，中世纪策略杀和星座全军破敌，中世纪3将带来本系列历史类型起源的回归，将赋予玩家塑造国家、改写历史的能力，能让玩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沉浸在中世纪的世界中。官方表示，本作目前处于前置初期，将在致敬传奇前作的同时，对整个系列做出大胆的革新。严谨的历史考据结合史上最高的玩家主导权，这不只是一款续作，更是全军破敌历史系列的重生。但我们必须冷静分析，为什么是现在公布中世纪3？过去几年 ，CA 的粉丝群体出现了严重的撕裂，奇幻粉与历史粉互相指责。历史粉认为 CA 沉迷于怪兽与魔法，遗忘了冷兵器战术的严肃性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CA 近年来每次在社群网站宣布新的全军破敌战锤 DLC 时，下面一定有人留言：“给我中世纪3。”其余面谈。现在公布中世纪3是 CA 递出的橄榄枝，也是一份停战协议。然而，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步。中世纪2在玩家心中已经被神格化了，新作一旦推出，必然会被拿来与前作，甚至与 Paradox 的14军之王做显微镜级别的对比。这也暗示了 CA 技术层面的革新，要重现中世纪那种复杂的攻城战、骑兵冲锋的物理碰撞。而旧的 Warscape 引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，业内普遍推测，中世纪3将会是检验 CA 新一代引擎 Warcore Engine 的试金石。如果他们能解决近战物理碰撞和 AI 寻路的老大难问题，这款游戏将重回历史战略游戏的王座。反之，情怀的反噬将会非常可怕。最后，我们来谈谈那头房间里的大象——全军破敌战锤 40K。这是在 TGA 上最让全场沸腾的消息，也是 CA 成立以来最大的转型挑战。为什么说是挑战？因为 40K 的战场逻辑与全军破敌传统的方阵对决截然不同。这是热兵器的时代，是掩体射击、
小队战术、轨道轰炸与泰坦巨兽并存的战场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把英雄连队的掩体机制融入到全军破敌的万人战场中，这在技术上有多难？更重要的是 ，CA 确认了40K 将登陆 PS5 和 Xbox 等家用主机平台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信号。长期以来，大战场策略游戏几乎是 PC 平台的专利，因为手把难以操作复杂的部队编队。但如果 CA 能透过40K 攻克家用主机操作的难题，他们将打开一片从未被开发的蓝海市场。这是一次不成功变成人的尝试，拿下了 40K 这个全球最大的科幻桌游 IP， 意味着 CA 锁死了未来10年的题材垄断权。他们试图证明，全军破敌不仅属于过去，也属于未来，不仅属于 PC 玩家，也属于主机大众。回顾这次的3件启发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Creative Assembly 的战略布局，用战锤3的终局 DLC 安抚当下，用中世纪3召回老兵，用战锤 40K 开拓未来。在经历了 Hyenas 专案取消、裁员风波以及定价争议后，这家英国公司选择了最硬派的方式来回应危机，那就是回归本源，并在自己的主场做到极致。对于我们玩家来说，这或许是战略游戏最好的时代。未来的几年，我们将见证魔法、骑士与爆弹枪的轮番登场。至于 CA 能否承载这份沉重的期待，时间会给出最终的答案。以上就是我对这次 CA 大动作的深度分析。这3款游戏中，你最期待哪一款？你认为战锤3的新 DLC 能弥补这2年玩家的失望吗？你认为中世纪3能够超越中世纪2的成功，成为新的神作吗？你认为 40K 的玩法能成功融入全军破敌系列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的游戏产业分析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